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火汤。在这期的节目里，麦火汤将要告诉各位，如果你在越南外派，究竟会有多少花费？对照在国内的生活水平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、食衣住行娱乐无一不包。如果要过上优渥一点的生活，基本上个人薪资是有相当难度的。那如果过得拮据一点，勉强还能活下去。但如果要过上好一点的生活，比如偶尔来点夜生活，找个女友来拍拖，或是与朋友吃顿好的，这可能就不好说了。先从食来说好了，以台北市来说，若以外食族论，每天3餐卤肉饭加饭加菜不要蛋，起码也要100块台币，一天折算个300块好了，一个月30天就要9000块。这还不包含你餐后要来个甜点、蒸奶啊、蛋糕啊、巧克力圣代什么的。那如果加上去了，以一天一杯50块来算，那算它个1500吧，一个月餐费也要10500。那么食解决了，一呢？对于一个专业的社畜，在台北一周要上班5天，基本上都是西装领带，没有什么衣食上可言。所以，其实白 T 牛仔裤也是可以活得很好的，还可以说服自己就是贾博士，借此显现与他人与众不同的气息。殊不知人家是拥有上万股价的科技仔，而你只是拥有上万卡路里的肥仔。因此，一的部分的话，如果拮据一点，我给各位2000块。那么俗话说啦，保暖思淫欲，保暖解决了，但不好意思，在大台北，你别说淫欲了，你还要烦恼住的问题。在台北市区，随便一间套房都要5000块的房租起跳，如果还要采光好、通风佳、家具新，不好意思，上看12000。这时候你会说，麦火汤，你不要瞎扯，你认真找的话，还是可以找到便宜的，好吗？是的，没错。但如果认真找的话，确实是可以找到 CP 值很高的房子，但这个几率就跟被雷打到一样。撇除屋龄、合租、地段、水电费等大大小小的因素，以平均值来算它个8500吧，就来当我们的住的费用好了。那么住解决了，总算来到了行的部分，就是咱们的交通，俗称通行费啦。以一个在台北通勤的上班族来说的话，不论你是每天搭捷运还是每天骑车，这通勤费和油钱其实相差无几。以台北的月票和常客制来说的话，也在1200块上下。这时候你会说，你说油钱和通勤费相差无几，骑车哪有那么贵？油钱一个月怎么样也不会飙到1200好吗？我没钱没实力，我卖命骑总可以吧？曾经我也是这么想，但后来我才发现，我真的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！你不知道机车是要保养的吗？这保养费就跟未爆弹一样，随便在哪个月触点一爆，你这个月大概就只能吃泡面了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欲和乐都还没说呢，外派呢？难道外派就没有这些烦恼吗？好嘞，那接着总算要进入主题啦。撇除欲和乐，在台北市上班族一个月的开销约是10500加2000加8500加1200等于22000。那如果将这最低限度的欲和乐加上去，比如自我进修啦、公司部门不得不参加的聚餐等等，以3000块来算，在大台北生活的话，一个月的总开销是25200。那如果你的薪资高过了26000，恭喜你，你生存下来了。那么如果外派的开销呢？众所皆知的，麦火汤是在一间大型鞋厂公司上班，而以台商工厂所该的条件，一般都是6张机票，包吃包住，通勤接送，居家整洁，洗衣洗裤，然后一周上班6天，剩下1天让你出门放飞自我。这就是所说的你的娱乐，往往是在外派的时候才正式开始。那所以很多人会说啦，很多事情都是自从外派后才开始想去做，因为以前压根不敢想啊。没错，因为前面的食住行公司都已经帮你打点好了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只要担心欲和乐了。如果没有小孩，那么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要自我提升，开始线上课程学习当地语文，或是没事学烹饪什么的，来增加点生活变化性。这样的价格通常也不高，一个月往往落在5000块上下。再来便是娱乐啦，你开始能够享有正常的夜生活，在1周6天的高压工作后，你能够完美开启你的舒压行程。以越南为例，在越南呢，因为旅馆便宜啊，按摩 CP 值高，加上西化的关系，很多酒吧夜店其实都蛮新潮的，价格也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通常如果是去小酌或者是小憩一晚都无伤大雅，加上偶尔出去吃点好的，以一名单身狗的食量来算的话，加上前面的花费都落在1500到2000不等。如果有同事相救的话，就更便宜了。有10分下来的话，搞不好只需要800到1000块台币。通算5000加2000的置装费，加1周1500到2000乘以4周，约等于11000到13000。
那对照大台北的生活费的话，你大概可以省下约12000的花费。重点是外派薪资以新鲜人来算的话，往往是你在台湾的1.5倍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你在台湾有30K 的基本月薪，那么你在外派到越南的薪资最起码要45K。我知道这时候会有人说啦，45K 什么价？你奴性坚强，我宁死不降。但各位要知道，麦果汤是秉持着大爱的精神，普查民间、视察巡查，加上反复对照下，发现外派很多公司都是这个价。不过，如果你有专业技能或者是语言能力的话，那要另当别论啦。那自然是可以谈得更高，这就不在讨论范围内啦。那综上所叙呢，如果你1个月能够省下12000，那么恭喜你，1年就是14万，外加一半的在台月薪，可以说是一个能够快速存钱的好所在。但每个事情都有它的代价，在快速存钱的背后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？接下来麦果汤就要整理外派你可能会遇到的困难，供你未来选择外派这条路之前来做个参考。首先第一点，开发速度的加剧加速劳力密集产业的外移。初来乍到越南，第一个障碍往往就是语言啦。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，外加台湾资讯封闭下的刻板印象，你可能还在认为越南是这样，殊不知很多地方都已经这样。更不用说老生常谈的母系社会，男生都不工作啊，越南人都很敛财贪小便宜等等。但其实越南随着高速发展下，由于资讯的普及速度比以前任何一个已开发国家都还要迅速。以前台商在大陆发展时，打电话回来给亲朋好友说，这里有一批牛肉很便宜啊，不是，这里有一批人工很便宜，赶紧来这里投资设厂啊。在当年没有 YouTube、Instagram、Facebook、Clubhouse 的时代，大家可能会凭着刻板印象敢想不敢去。但现在可就不一样了，你可以借由麦果汤的影片来了解这一切是多么的真实不虚，甚至可以透过许多社群媒介来了解越南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落后，那都会让每个人在心中种下了原来越南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啊的种子，自然而然呢就会有许多人蜂拥而至。那以去年的新闻来说的话，中美贸易战争一起，受惠最大的便是越南啦。原因之一呢，便是因为上述的资讯传播所导致，这也间接的导致外资大量的涌入，越南当地员工薪资加速上涨，使得劳力密集产业的利润加速的被压缩。第二点，必须要耐受孤独的心理素质。来到越南呢，加上刚刚所说的，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，如果没有熟人的带领的话，往往不知道哪里好吃、好玩、好活动。因此呢，前期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会在宿舍居多，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需要过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如何排解自己的孤独感就显得相对重要许多。因此呢，你必须要能够耐受孤独的心理素质和自言自语的技能加持，以及自我规划、自律能力，方能使自己的生活不白过。那么第三点啦，融入在地文化。俗话说呢，管理的本质在于人，若要管人，就必须要了解人；若要了解人，就必须重新开始。而重新开始呢，就需要从文化着手。因此，除了学习当地语言外，麦果汤建议，如果有相关的活动，都尽量与员工参与，举凡啊、婚丧喜庆啊、小孩满月礼啊、干部聚餐啊，如果能够亲力亲为、身先士卒，除了让员工看到主管不一样的一面，相对的，主管也能够看到员工不一样的一面，进而了解员工的生活情况，以利将来在管理上能够将心比心，进而达到带人又带心的目的。总而言之呢，如果想要外派，撇除薪之外，你还必须考量麦果汤最后所说的3个重点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呢，对你的职涯规划有所帮助。那么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麦果汤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